大家好，这里是 Eric 电台，我是 Eric。现在都市里的工作生活节奏这么快，忙到连吃饭都要见缝插针。对绝大部分人来讲，时间就是最稀缺的资源，而人均保有量最高的，也是你最会怕失去的，恐怕就是肚子上那层狼肉了。所以，如何能在被挤占到只剩一丁点的运动时间里消耗更多的热量，换来更大的收益，应该是很多人都思考过的问题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亲自做个小小的实验，看看以下几种常见的运动形式，在同样的时间里，谁带来的消耗更大？它们分别是力量训练、跳绳、跑步、骑单车和 HIIT。HIIT 我会以战神的形式来盘动作，因为这个测试的项目比较多，所以我从村里面叫了几个老表过来帮忙。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弄开马上啊！待会儿我们将各自进行20分钟的运动，测量每个项目单位时间内所带来的热量消耗。所以你们觉得哪几项能排进前3？打在屏幕上告诉我。测量的方式很简单，利用带多种传感器的 G-Shock 的 GSW H1000 来进行测量。它会根据全程捕捉到的心率变化，结合我们前期输入的这个身体数据，并通过预设的运动选项和内置的算法，最后得到各项运动的热量消耗等多种数据。虽然精度上不及实验室级别的氧号面罩，但是根据我用过的多种穿戴设备和手环手表 ，H1000 是相对来说最好用的，不论是精度、测量的连续性或者是可靠性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几位老表已经蓄势待发了，我们3、2、1，开始训练。OK， 所有的项目都完成了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们的最终数据啊。力量训练一共完成了3个动作，分别是坐姿下拉、硬拉和器械推肩，耗时18分42秒，共计消耗了131大卡。跳绳耗时20分49秒，消耗了253大卡。跑步耗时22分54秒，消耗了321大卡。骑单车耗时20分44秒，消耗了139大卡。而战神 HIIT 耗时20分35秒，共计消耗了146大卡。接下来我把它们都换算成1个小时的消耗量，然后再从高到低排个序。果然啊，前面2个跟我预料的都差不多，跑步和跳绳2个有氧运动的消耗量最大，平均心率更是达到了155和143。再往后看是 HIIT 和力量训练，这2个项目包含了较多的无氧，而且其中穿插了休息时间，所以心率会忽高忽低。单从消耗的层面来看，会低于这个常规的有氧。不过这类训练还会带来练后2到3个小时的额外消耗，又称之为过量氧耗 （EPOC）， 大约为训练总消耗的6%到15%之间。虽然不多，但是我们也把它们一起加进去。额外再说一下这个 HIIT， 它的单位消耗理应更高一些，测量值和心率在这里略低的原因，我回想了一下，可能是测试用了这个战神重量过轻的原因所致。如果换成我平时用的大号的绳子，应该能将运动时的心率拉得更高，消耗也更大。最后一项是骑单车，因为骑行的路段是在市区人多车多，为了安全性，速度不能太快，一直维持在10到20千米每小时的区间。所以虽然也是有氧，但是消耗却差了跑步和跳绳一大截儿。如果能换成无人路段，再配一个好一点的车子，我们的排名应该能更加靠前。结合以上数据，我给这几个项目进行一个简单的评分，包含了消耗、执行难度、增益效果以及选择它们之前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。大家可以参考以上的评分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。这里我给到大家一点我的小建议，如果你属于没有专门的时间运动，或者完全没有运动基础，又或者膝盖不适的朋友，我们可以选择骑车心率保持在全程120到140的区间。如果你的时间较为有限而且单纯想要减脂或者是消耗的话，那就选择跑步或者跳绳，时间不低于30分钟，心率依然介于120到140之间。
如果你本来就有增肌的需求，但是又想带来那么一定程度的消耗，时间也较为有限的话，那我们直接选择 HIT 或者较短组间休息时间的力量训练，比如说45秒到60秒的组间休息。那如果你的目标是打造较好的体型，拥有较高的肌肉量和较低的体脂率，同时时间也相对宽裕的话，那我们果断选择力量训练加跑步、跳绳或者是 HIT 三者之一。力量训练的话，安排40到60分钟。如果你选择是跑步或跳绳，安排40分钟；如果是 HIT 的话，20分钟就够了。这种方式之所以最佳，是因为无氧运动的功能底物主要是糖原和碳水化合物，而有氧运动的功能底物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。所以我们可以先做无氧运动，消耗一部分的碳水化合物，使我们在后期做有氧的时候，能靠脂肪来提供更多能量，从而进行更高效的减脂。那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。这里是 Eric 凯的电台，我是 Eric，咱们下期见。